好了，大家，那我现在呢在苹果北京的第6家店啊 ，Apple 北京汇聚，这也是在大中华区的第59家店。那我也是有机会在开店之前先进入这里，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店，看看这家店有哪些新的有趣的小细节。Apple 北京汇聚店面不算特别的大啊，正门是由巨大的平面玻璃组成，苹果 logo 呢则在店面的最右侧。这家零售店对面的位置啊，本来是一家苹果授权的第三方零售店，不知道什么原因，最近这家第三方授权店关门了。这家苹果店的风格依然是自然环保。大量的木质结构，暖色的灯光，这家店里所有的射灯啊，依然是视觉隐藏，不在光源正下方，你是无法感受到灯的存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灯带在这个位置，就是它这个灯只打亮产品细节，但是当我远离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灯的存在的。这家店里的所有木材和玻璃都来自中国本土。目前整家零售店已经实现了碳中和的环保目标。如果大家在12月6号啊早上一早来到这个店里，那应该首批用户啊会获得这样一个限量的伴手礼。现在大家快速看一下里边是什么。首先呢，这样一个小盒子，盒子就是这次Apple 北京汇聚的一个 Apple logo。当当，这里首先呢有一个 Apple 北京汇聚的独占贴纸，下边写着 Apple 北京汇聚店。这里有一个，它这个有点像布袋子这种感觉，现在戴上给大家感受一下啊，戴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啊，大家如果12月6号那天刚好在北京，然后如果早上刚好有时间，一起可以来店里看一看啊，大家只要进店早就能拿到这样一个专属的开店限定纪念小产品。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家店呢，首先这里有一个 Apple Vision Pro 专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也是北京6家店里啊第一家具有这种半开放式的 Apple Vision Pro 的一个独占区。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屏幕，如果你到店里来，你会发现这个屏幕它和苹果店里的所有其他屏幕不同，它有很强的这种玻璃反光感。我想可能苹果也是希望能够呈现出这种现实和虚拟世界打通的这样一种感受。然后在这里就是给戴眼镜的用户所准备的。如果你像我一样，比如说佩戴眼镜啊，你可以把你的眼镜放在这儿，然后它可以迅速的检测出你的眼睛度数。那么第二个也是北京店里独占的，就是有一个独占的 Apple Pickup 专区。那这个专区呢，就是相当于大家在线上下单，然后可以线下取货，然后呢，到时候店员他收到你的订单之后，里边会有个店员把你的产品放在这些小抽屉里，然后外边的店员呢帮助你把这个抽屉拿出来，然后把产品给到你。然后我们再往后看啊，就是 Genius Bar， 而且大家注意到 Genius Bar 有一些细节，就是首先它是在不同的区域有这种竖向的隔挡的，通过这种隔挡能够保护每个用户他自己的屏幕的隐私。第二个区域细节呢，就是 Genius Bar 的桌椅它是不同的高度的，其中这个高度呢是给轮椅用户准备的，就是轮椅用户他来到店里，你不需要下轮椅，只需要把这个轮椅放在这里就可以正常的接受服务。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后边啊，这个不是一个屏幕啊，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灯影绘画。然后这前边是一个 iPhone 17 Pro 的星宇城，哇，今天这个颜色非常出圈啊。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是根据不同季节，它应该会换这个广告画，然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类似于大屏幕的效果。这个位置的桌子也都像刚才我们提到的Genius Bar 那个位置的桌子一样，它是有高低桌的。就比如说这个是比较高的桌子，这个是比较低的桌子，低的桌子依然是给轮椅用户来使用的。而且大家还是注意一个细节，就是苹果店里的所有的这样的过道都是可以同时允许2台轮椅这样相向而行的。我身后呢这个区域呢是 Today at Apple， 他们现在上课。如果大家日常在官网上报名了这个 Today at Apple 课程，就可以来这里，由他们的 Creative Pro 来给大家讲课。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这次店员里的一个导盲犬小狗狗，它现在不知道是在上班还是在休息啊。它有自己的公屏，叫单宝。然后我身后这个区域，我觉得依然是苹果这一代 Apple Store 设计很有趣的一个环节。它呢是把包括在配件啊，然后表带啊，以及第三方的各种产品都汇聚在这一面墙上，然后是通过那种立体式的、有景深效果的这样的摆放形式去呈现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店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才知道，原来这些就是模仿了今年 iOS 26、watchOS 26他们的那个液态玻璃。大家看啊，当我把镜头向侧边旋转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那种玻璃所带来的透镜效果，对不对？所以这个应该是今年
新增加的 Apple Store 里新增加的，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店里，可以感受一下。然后这是 Apple Music 的展区，这是 AirPods 的展区，然后这个位置这是 iPhone 手机壳的这个展区。我才知道，原来这后边啊是有一个小抽屉的，你可以拉开，然后拉开的时候，当你往回推的时候，你会听到吧嗒一声，吧嗒之后，它就有一个像类似于真空轨道把这个东西给它吸回去。哎，看到了吗？这还挺细节的，再来感受一下。哎，然后最后啊，我们以一个 iPhone Air 巨幅的广告来结尾。哦，我不得不说，今年这个 iPhone Air 真的非常漂亮。我看身边已经有很多人把这个蓝色作为主题机了。Apple Store 每次开店给我的最大感受啊，其实是设计材质之外，对人对每个个体的关注。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给轮椅用户的优化设计，店里也依然有许多给障碍顾客所适配的细节。另外，这家店里也依然有听障和视障的店员为大家服务。在这里特别说明，听障店员除了能通过手语给听障用户提供服务之外，这些店员也可以给每个顾客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到店里看到他们也不用害羞啊，完全正常交流就行。我也是北京的。但是人家北京台呀。Apple 北京汇聚店的第100名员工是这只导盲犬小狗，它的名字叫 Dumbo 啊。它的主要工作就是陪伴视障店员小姐姐，所以有时候你看着它好像是在趴着休息，但实际上它也在工作。今天呢，因为是媒体探店日，一开始它特别兴奋啊，一直在摇尾巴，后来每个媒体都和它打招呼，给小狗累趴下了，物理意义上的累趴下。是不是这个导盲犬是需要排队之类的？对。那你排这个大概排了4年。哦，排了4年啊。以前拿盲杖走的时候，我是不走盲道，我就走马路牙子，因为呢，那个它不会有单车停在那里，也不会有树枝刮脸嘛。哦，因为很多把车停在盲道上是吧？对，我就躲不开。然后有它以后，它带我走那个人行道，它有车那个挡着它，很快就绕过去了。我觉得时隔10年啊，苹果在北京重新开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北京这个城市也对应着苹果在中国开设的第1家店。没错，就在2008年7月19号，苹果在北京三里屯开设了全中国的第1家 Apple Store。我相信2008年应该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年份，对不对？因为就在那1个月之后，北京奥运会2008年的奥运会如约而至，而就在1年以前，苹果发布了改变世界的 iPhone， 而就在2009年，苹果也和中国联通合作引入了 iPhone 3GS 这款手机。而在此之后的2010年，苹果又在北京开设了 Apple 西单大悦城店，2012年开设了 Apple 王府井店，2015年又开设了 Apple 华贸购物中心和 Apple 朝阳大悦城店。而今年距离2015年 Apple 朝阳大悦城店开店刚刚好是10年时间。在过去的17年时间里，苹果和中国一起成长，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为苹果讲述了一个很好的中国故事，而中国又很好的讲述了一个苹果故事。而在过去17年时间里，唯一不改变的，我相信就是那句“北京欢迎你”。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想退货，这个旧的设备是可以帮您追回。在太阳下分享呼吸。一会儿去看一看它是否需要，因为我那些好像还是全新未拆封未使用。这人就这么一直这么侧耳啊，侧手跟我这么一直聊。这些产品其实都是大家熟悉的产品，但是它演示的功能可能是你这辈子都没用过的功能。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乔布斯去世，中国时间当天的12点，三里屯苹果店的那个 logo 熄灯了。天大地大都是朋友，情不用客气。花一世静待相遇，只为等待你。虽然已经要上班了，但是我们看到 Apple Store 门口一个黄牛都没有，为什么？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其实是很快很简单的，这跟之前不是一样的吗？对，跟之前是一样的。啊，行。